直到男友的母亲1个月没人照顾，医院发来缴费通知时，男友张志恒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我压根就没有去伺候他的母亲，他这才火急火燎地从前女友床上下来，掏出手机就给我打电话，却怎么也打不通。气急之下，他开车一路闯红灯回到家时，才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已经被我搬空。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而我将家里东西变现后，就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和周围的圈子断了干净。分不清边界感的男人该放手就放手。我们本来都准备结婚了，彩礼也交到了我手上，可就在婚期将至，他告诉我他妈妈生病了，让我们一起去照顾他。对此我没有犹豫，就上了他的车。只是在高速上，他却只是因为接到了前女友的电话，就将我丢到路边。他罕见的一脸痛苦。倩倩的精神不太好，我要去安慰她。你现在下车，妈那边就靠你去照顾了，正好适应身份。就这样，他把我丢在了路边，我却一点也不生气。毕竟他连自己的亲妈都不顾了，都要去安慰他的前女友。我这个前女友还能说啥？我喊了一辆网约车，直接回张志恒的房子，把自己东西都收拾出来。我自己另有一套小房子，平时只是有时来这里住一段时间，所以东西不多。很快收拾完了，搬家中途收到医院电话，对面说孟丽女士的预存费用已经用完，要我继续缴费。孟丽就是张志恒他妈，医院常客，因为有一次费用是我顺手结的，之后都变成我的事了。张志恒要面子，倒不会不还我，但每次都自说自话，减去零头，并且拖延很久才转给我。我直接跟对面说了张志恒的号码，并说明了我已和他们毫无关系，让他们去打那个号码催缴。我想了想，为了负责，还是打电话给张志恒告知此事。结果他不接电话，我打了几次，他还把我拉黑了。为了负责，我还是用了别的号码给他发了消息，说了这事，并且跟他说分手之后会怎么样就不关我事了。我拎着最后一箱东西走出张志恒小区大门时，天边已经滚过闷雷，深秋的雨说来就来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，瞬间溅起一片水花。我没带伞，就站在楼道口等着网约车，冷风裹着雨丝打在脸上，凉得刺骨。我却半点难过都没有，只觉得浑身轻松。手机刚弹出网约车即将到达的提示，一辆熟悉的白色轿车就猛地停在我面前，车窗降下，张志恒那张带着烦躁和不耐的脸露了出来。他大概是从王倩倩那里回来，头发微乱，衬衫领口敞开，看见我拎着行李箱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顾清寒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他降下车窗，语气带着惯有的命令。不就是倩倩情绪不好吗？我都说了只是去安慰她，你至于把东西全搬走，还敢让医院直接找我缴费？你知不知道我正在陪倩倩，被医院的电话打断有多扫兴？我靠在墙边，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模样，只觉得可笑。我以为经过高速路边被扔的事，他至少会有半分愧疚，没想到他心里念的从来都是王倩倩开不开心，从来没有我受没受委屈。张志恒，我们分手了。我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婚礼取消，你我两清，我搬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医院催缴你母亲的医药费，我告知你实情，更是分内之事，你没必要这么气急败坏。分手，我没同意。他推开车门冲下来，伸手就要拉我的行李箱。你给我回去，我妈还在医院，你必须去照顾，这是你未来儿媳该做的事。等倩倩情绪稳定了，我自然会回来找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他的手刚碰到行李箱拉杆，一道尖利的女声就从路边传来，紧接着一辆粉色小车急刹停下。我的闺蜜林晓踩着高跟鞋冲过来，一把推开张志恒的手，将我护在身后。张志恒，你要不要脸？林晓叉着腰，眼神凌厉，半点情面都不留。婚礼前夕把人扔在高速路边，跑去陪前女友，现在还好意思拦着人分手？你妈生病是你儿子的事，凭什么道德绑架顾清寒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顾清寒给你当牛做马？张志恒被怼得脸色铁青，他向来好面子，被林晓当着路人的面戳穿丑事，瞬间恼羞成怒。我们情侣之间的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外人？林晓冷笑，掏出手机晃了晃，我刚才都录下来了，你要是再敢纠缠顾清寒，我现在就把你抛未婚妻、气重病母亲、舔前女友的事发到你们公司群，让你所有员工都看看他们老板是个什么货色。张志恒脸色骤变，他最看重自己创业老板的体面，最怕的就是名声扫地。他盯着林晓的手机，又看了看我毫无留恋的脸，最终咬着牙狠狠踹了一脚车轮。顾清寒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丢下一句狠话，狼狈地钻回车里，油门一踩，消失在雨幕里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林晓转头扶住我，看着我空荡荡的手腕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清寒，你早该踹了这个渣男，委屈自己这么久，值得吗？我摇摇头，接过他递来的伞，嘴角扬起轻松的笑笑。不委屈，现在醒过来刚刚好，雨还在下，却浇不灭我心里的光亮。我曾经以为爱情是妥协，是包容，是为他放弃底线，如今才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让你卑微到尘埃里，而是互相尊重，彼此珍惜。张志恒用一场荒唐的抛弃，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也让我彻底斩断了这段错误的感情。网约车到了，我和林晓一起把行李搬上车，车子驶离这个充满不堪回忆的小区。我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，心里没有丝毫留恋，
只有对未来的笃定。林晓坐在我身边，不停给我打抱不平，还说要帮我介绍更好的工作、更好的人。我笑着应下，心里清楚，往后的路我要靠自己走，不依附任何人，不将就任何事。那天晚上，我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，把张志恒的所有痕迹都清理干净，换了新的床单被套，躺在属于自己的床上，一夜无梦，睡得格外安稳。我知道，从被扔在高速路边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已经重新开始了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了公司，找张志恒辞职。几年前，他让我陪他一起打拼，但又想让我没名没分的以助理身份给他干活。他对我说的是，他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每月也会给我足够的零用钱，所以没必要计较股份、职位之类的事，工资也不必开得很高，好给我避税。我那会儿还爱他，所以愿意放弃前景明朗的工作，加入他的创业公司。但他的说法让我本能的觉得不对劲。当时我正色道，我拿工资是劳动所得，纳税也是理所应当，但我有手有脚又年轻，拿你给的零用钱算什么意思呢？还有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哪家公司是老板私人助理四处谈业务的？到时我又怎么管属下？你开的是正经公司，可不是什么皮包公司小作坊。张志恒脸色难看，但最终依着我的意思，给了我合适的职位和工资。他的确有些本事，这几年公司也越做越大，从一间办公室变成了在最繁华商业中心的商业大楼里，占了3层楼。不过这和我也快没关系了，分手之后我不可能再留在这家公司。但我没想到走进张志恒的办公室后，还看到了王倩倩。还没等我惊讶，他劈头就责问我，你昨天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先去看我妈吗？你知不知道？还好我让小陈去了。这时我还没关门，小陈正好路过，听到这话，一脸便秘又马上走了。小陈是张志恒的助理，经常被张志恒指使去帮他办私事，又不给加班费。我再三劝他不要太过分，他才不以为然的给小陈加了点工资。我关上门，呵呵，我给你打电话说过了，可是你那时在和王倩倩2人世界，所以把我拉黑了。王倩倩听到这话不悦道，我知道我昨天打扰志恒和顾小姐不对，但我和志恒昨天清清白白，顾小姐不能这样污蔑我。张志恒也黑了脸，顾清寒，你不要口无遮拦，我昨天都说了，只是去安慰倩倩，你思想不要那么龌龊。安慰到今天一起带来公司。张志恒一噎说道，倩倩说要找点事做，我就带她来了，从今天起她坐你的位子，你当副手。我愣住了啊！他理直气壮，倩倩需要工作经验，你放心，你除了职位变动，其他待遇一概不变。王倩倩倔强道，我不会在志恒公司待太久的，顾小姐不用急。我乐了，那活谁干？正副总监的权责范围还是差别挺大的。张志恒心虚地道，倩倩之前都在国外，不太适应国内的职场，你帮帮她。算了，王倩倩装作洒脱，说来我的要求也有点过分，我另外想办法好了。等等，张志恒拉住王倩倩，又转向我，顾清寒，你懂事点，昨天的事我还没怪你呢。行了，你们别一唱一和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我要辞职的消息很快在公司传了开来，我团队的人纷纷在群里慰问我，并问我要不要把他们也带走。我很惊讶，原来张志恒如此不得人心，但又觉得很合理。创业之初还好，但公司逐渐做大后，张志恒就不太尊重员工，福利也总有克扣，员工们拿的最多的是他画的大饼。我劝的多了，他还不高兴，开始给我灌输他那套上位者思维。我不想做得太决绝，而且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，就婉拒了他们的好意。这些下属个个业务能力过硬，就算自己出去另找工作，肯定也能找到比这里更好的。几天后，我突然收到了猎头电话，对面说温氏给我开出了现在2倍的薪水和其他一些优厚条件，请我去他们公司，还说如果我能带团队去，工资还能再商量。挂掉电话，我很疑惑，温氏是国内商业巨头，张志恒的公司虽然发展的不错，可是和温氏一比，实在不能比。他们怎么会让猎头来挖我和团队？我还以为是骗子，可是猎头发过来的资料显示，那真的是温氏。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自己和温氏有何联系，但机会难得，便回复说愿意面谈。这时张志恒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，我进去后就见到他阴着一张脸，找我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不配合倩倩工作？配合什么？端茶倒水、复印送文件，这是我的工作吗？他不太懂，那你也不用态度这么差，可以教他。我已经在整理交接文件了，会尽快给他。在这之前，让他不要来烦我。交接什么？等他走了，你还是正职。我们都分手了，我继续待在公司不合适。分手？我没同意。张志恒一下子站起来，脸色铁青青。你至于吗，顾清寒？就这么一次你就判我死刑了？不止一次了，你忘记2年前那次了。2年前我和张志恒准备庆祝周年纪念的那天，王倩倩突然打电话说自己发烧难受，张志恒不顾我的阻拦，执意离开，去送王倩倩到医院。那次他隔了2天回来后又拼命道歉，说不忍心王倩倩孤身一人，在这个城市没人关心，他的母亲外婆又远在其他城市，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我那会儿和他感情还深，就原谅了他，但我也告诉他没有第2次了。现在张志恒听我这么说，突然笑了。吃醋了，都那么久之前的事了，记那么牢。好了，我答应你，这次帮过他以后，我不再和他联系。你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是说事不过3吗？
我摇摇头，你还是赶紧想办法让他熟悉业务吧。他脸色变了，你来真的？不然呢？我转身离开办公室，关上门后，听到了他摔东西的声音。在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事不过三，能原谅他一次，已经是我为爱发昏了。我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看到王倩倩指挥别人把一个纸盒搬出来，那人慢吞吞的拖延不动，看到我来松了口气。我心下一沉，皱眉道：这么急？王倩倩抱着双臂道：志恒答应这间办公室让我用，所以我就叫人把你的东西收拾出来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你可以等我回来，你的家教就是趁人不在乱动别人东西。我接过那人手上的纸箱子，你先去忙吧。那人忙不迭的答应，然后走了。走进办公室，我迅速翻找起来，王倩倩忙跟进来。你干什么？检查东西有没有遗漏损坏。她嗤笑一声，我还会拿你东西。正在这时，我在箱子底部看到了我刚才就在担心的钢笔。看到的那一瞬间，我的血液直冲脑部。那支我真是无比的钢笔，现在和钢笔帽一起随意放在箱子里，笔尖还分叉了，一看就是被摔过的。这是我外婆高中毕业后送给我的礼物，之后她因病离世。这支钢笔我一直使用至今。我再三深呼吸才控制住自己，对着王倩倩伸出了手上的钢笔。你怎么解释？王倩倩一脸不以为然。收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地上了，你正好换一支呗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我不再忍耐，右手立即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。她被打懵了，回过神来，她捂着脸尖叫起来：你敢打我？我咬牙道：你该打。正要补上一巴掌，突然被人推了一把，撞到了办公桌桌角，左手一阵疼痛。张志恒铁青着脸道：不就是一支钢笔，至于打人吗？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你知道这支钢笔对于我的意义？那又怎么样？钢笔毕竟是死物，我赔你就是了。你给倩倩道个歉歉。我冷笑起来，你做初一，那就别怪我做失误了。左手被办公桌桌角撞得生疼，淤青很快泛了起来，我却没心思理会身体的疼痛，只盯着眼前这对寡廉鲜耻的男女，心里最后一丝对过往的情分彻底烟消云散。王倩倩捂着脸，眼泪掉得飞快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躲在张志恒身后，时不时探出头来瞪我，嘴里还小声啜泣。志恒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就是一支钢笔吗？他居然打我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人打过我。张志恒把他护在怀里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冰冷和厌恶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恶人。顾清寒，我看你是疯了，不就是一支破钢笔？倩倩都说了不小心摔的，你居然动手打人，今天你必须给倩倩道歉，否则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破钢笔，我抬手举起那支笔尖分叉、笔身划痕累累的钢笔，声音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冷冷。张志恒，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遗物，是她在世时送我最后的礼物，我用了10几年，视若性命，在你眼里就是一支破钢笔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瞬间闪躲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你明明知道这支笔对我的意义，明明知道王倩倩趁我不在乱翻我的东西，故意摔坏我的笔，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推我，护着她。在你心里，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么多年的陪伴，连王倩倩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，对不对？张志恒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被我戳中心事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那又怎么样？倩倩现在需要人照顾，她比你脆弱，你就不能让着她一点？一支钢笔而已，我赔你10支100支，有钱什么买不到？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有钱买得到遗物吗？有钱买得到真心吗？我冷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点开提前打开的录音键。刚才王倩倩承认故意摔笔，张志恒偏袒护短的对话清晰地传了出来。在我走进办公室，看到王倩倩乱动我东西的那一刻，我就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。我早就知道张志恒永远会偏袒王倩倩，就算我站里，他也会倒打一耙，留好证据，不是为了争辩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日后不留任何把柄。王倩倩听到录音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尖叫着就要上来抢我的手机。你居然录音，你太卑鄙了！我侧身躲开，冷冷看着他。我卑鄙，总比某些人趁人不在乱翻东西，故意损坏他人遗物，倒打一耙要强。张志恒也慌了，他没想到我会留一手，语气瞬间软了几分，却依旧带着命令：把录音删了，我让倩倩给你道歉。钢笔我赔你最贵的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你还是公司的总监，只要你好好教倩倩，我不会亏待你。算了，我把手机收起来，眼神坚定。张志恒，从你把我扔在高速路边的那一刻，从你眼睁睁看着王倩倩摔了我的遗物，还护着她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没有算了这一说。我转身走到办公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自己这几年在公司的所有工作成果、项目合同、团队管理资料，还有张志恒苛待员工、拖欠福利、挪用公司资金办私事的所有记录。这些东西我早就整理好了，只是之前念及旧情，一直没有拿出来。我陪他从一间小办公室打拼到3层写字楼，熬过无数个通宵宵，谈下无数个客户，他却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为了前女友践踏我的尊严，损毁我的念想，
仁至义尽。便是如今，张志恒看着我有条不紊地整理资料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还以为我只是在赌气。顾清寒，你别闹脾气了，倩倩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她计较。王倩倩也躲在一旁，不敢再嚣张，却依旧满眼不甘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聒噪，把所有资料分类备份，拷贝到 U 盘里，又把电脑里的私人文件全部删除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拿起那支摔坏的钢笔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。这是外婆留给我的念想，就算修不好，我也会好好珍藏。左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，淤青已经扩散开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心里没有丝毫委屈，只有前所未有的清醒。我曾经为了爱情放下骄傲，放下底线，陪她吃苦，陪她奋斗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伤害和背叛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，女人最靠得住的，从来不是男人的承诺，而是自己的本事，是不被任何人打垮的底气。张志恒和王倩倩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，我不会再忍，也不会再让。我当天就联系温氏的对接人，说我可以带团队一起过去，同时问了我那些属下的意向，他们本就有这个意思，自然是纷纷响应。我们集体辞职那天，张志恒脸都绿了，他向我咆哮道：“你是不是想我死？你这么恨我吗？我只不过是去安慰一下倩倩，而他只不过摔了你一支钢笔而已。”他虽然钢皮自用，但也知道我的团队在公司是不可或缺。先别说他无法以我们现在的薪水再请到同样水平的人，就算他能，短时间也无法凑齐，公司业务肯定会停摆。见我面无表情，他随即又软下语气道：“我让倩倩给你赔礼道歉，再答应你尽早把她送走好吗？”我仍旧不发一语，他见服软也没用，就阴沉着脸道：“你想清楚，我可以不批你们的辞职报告，还有别忘记，还有竞业协议这回事。”真佩服他这么能变脸。要是公司真的倒闭了，他要不找个戏班去唱戏吧？我叹了口气：“张志恒，你何必呢？辞职是个通知，不是申请。还有竞业协议，你当初就没让我们签啊。这个我其实也提醒过他，结果他因为舍不得可能会补偿的那些钱就没有签。”我接着道：“我们也算在你这公司辛苦好几年了，你公司有点什么事，大家都清楚得很，所以最好不要闹到鱼死网破。你说对吧？”他脸上青红交接，最后只能愤愤地在离职报告上签了字。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张志恒又在拿小陈出气。“你说你这点事都干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你长得又不好看，能力又不强，还不努力工作。”小陈气得涨红了脸，突然爆发道：“我不干了！”张志恒一愣，随即冷笑道：“你想学顾清寒？你想想你有他的本事吗？随便你。”小陈最后是和我们一起离开的，我们以为他临时辞职，之后工作可能不是很好找，还想顺手帮一帮。结果他笑着跟我们说他考公了，前2天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原来如此，张志恒还看不起人家，走眼了吧？小陈还跟我们抱怨了一下之前去照顾张志恒他老娘的事。原来孟丽住院也不节制饮食，当天就闹肚子。我那天又和张志恒分手没过去，于是他拉在了床上。护工不愿干这个事，小陈那天是捏着鼻子清理了一晚上，还被恶心的早饭都没吃下去。那孟丽还一直不停骂骂咧咧的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那天小陈听到张志恒说这件事的时候脸色那么难看。入职温室那天，小温总温天阳与我握手寒暄。我之前就注意到顾小姐和你的团队了，短短几年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，真是不一般。我笑了笑，只是运气好。温天阳也微笑。我有预感，你们到了温室运气会更好。我看着温天阳，有一秒出神，倒不是我对这素未谋面的温氏太子爷有什么心思，只是模糊觉得他的眉目似乎有些眼熟，这是以前常在各大财经报纸杂志上看到他的时候没有的感觉。我以为离职后就和张志恒再无关系，哪知刚第一天下班我就收到了孟丽的电话。孟丽在电话里指责我忘恩负义不负责任，说我这几年都靠张志恒给钱养我，结果我脾气很大，说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，现在还背叛张志恒。我之前就觉得你和我儿子不合适，要不是志恒一再坚持，我才不会同意呢。你这样对得起他吗？我和张志恒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妈就总是会隐隐露出看不起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和他之前很少有电话联系，也因此我和张志恒分手后拉黑了一切他的联系方式，却漏掉了他妈。我本来是想直接拉黑的，但孟丽接下来的话打消了我的想法。有空让你父母出来见我，我倒要问问他们是怎么教女儿的。说我父母那就不能忍了，当然说我一样不能忍。我毫不客气地回道：阿姨，那是我劳动所得，不叫他给我钱养我。还有我父母怎么教我的，不用你管，他们至少没教我生病了还不节制，最后弄在床上要麻烦别人收拾。我还没说完，对面电话就挂了。把孟丽也拉黑后，我不由得庆幸孟丽现在行动不自由，不然搞不好她真的会去骚扰我父母。我父母一直不赞同我和张志恒在一起，听说我分手后他们高兴极了，而庆祝方式是抛下我去国外旅游。这庆祝方式也是特别。再见到张志恒和王倩倩是在房产中介，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最近因为生意周转，要把一套装修2年没怎么住过的大3居卖掉，他们就看中了那套房子。正巧我父亲炒股赚了一小笔，他们算了算，加上存款足够，就想给我多买套房子。我一个人住无所谓房子大小，也不愿意他们动用养老的钱。争到最后我们达成一致，把我那套小房子卖了，加上父亲的炒股钱去买他们朋友的房子。今天我和中介约好谈卖房事宜，没想到见到了他俩，真是晦气。那边张志恒得知我要卖房，
一脸欲言又止。让你不要冲动辞职，这还没过多久，你都要卖房了。要不你还是带人回来我公司，我给你多加1000块工资。他还不知道我是跳槽到了温室啊！一旁王倩倩闻言忙道：“可是志恒，你不是从那个 IT 大厂挖了个总监过来吗？顾小姐回来可能没有合适的职位了。”话里还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，看来是担心我回去。张志恒哦了一声道：“也对。”顾清寒，你回来可能要从比较低的职位做起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努力工作，不久就能恢复成原来的工资水平的。我都懒得理他们，只顾和中介讨论卖房的事。张志恒皱了皱眉：“顾清寒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高傲，但是你现在……”我忍无可忍打断他：“我是要换房子，不是缺钱卖房，谢谢。还有，我现在的公司非常好，福利待遇比在你那里好多了，也更加正规。”张志恒并不相信。我知道你难以接受2种待遇落差，但是……我不胜其烦，看向房产经纪人，对方会议忙挡在我面前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们和顾小姐还有业务要谈，另一个接待他们2个的工作人员也上前。我刚刚找到了一套租金比较便宜，两位可以看看能不能接受。哦，原来他们是要租房啊，这么趾高气扬，我还以为要买房呢。张志恒忙找不到，我原来的房子要装修，所以就想先租一套过渡一下。王倩倩抱住了张志恒的右臂。其实我和志恒复合了，这都要多谢谢顾小姐，你会祝福我们的吧？租个房子还那么多戏，不止我，在场的其他人表情都一言难尽。祝福锁死哈，他们一时无语。我趁机和经纪人进了一间办公室具体细谈。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没再见到他们，毕竟双方公司差距过大，生意圈重合度小。不过我还时不时从手下那里听到他们从前同事那边听来的八卦。我带领团队出走后，张志恒的公司每况愈下，他病急乱投医，找了个大厂出来的卷王。卷王业务能力一般，但喜欢抓公司纪律规章，有些职位只用干好手上的活，并不用每天早到且晚上加班。但卷王规定迟到早退扣钱，于是上能干活也懒得挪窝的一批职员先后辞职了。现在他们公司已经连工资都要拖欠了。最新的消息是公司裁了不少人，并且准备搬家了，当然是3层变1层层，要搬到比一开始更旧的大楼里。真是世事无常。这期间张志恒也曾时不时换号码给我发消息，缅怀过往，但每次都被我拉黑。时候久了，可能他没钱买新号码也就消停了。不过纸包不住火，而且我在温室上班又不是机密，所以张志恒和王倩倩还是知道了。我是在温室地下停车场见到张志恒的。当时我下班了，正要取车，突然从角落冲出来一个人抓住我的手，我吓了一跳，高跟鞋跟狠狠地踩了上去。那人一声惨叫松开了手，我定睛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张志恒，我顿时火冒三丈。你发什么神经？张志恒却恶狠狠地道：你竟然跳槽到温室！我莫名其妙，我都跳槽了，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人往高处走，是个人肯定都会选温室，而不是留在你那里啊！他咬牙切齿：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心里十分不安，一边摸着包里的车钥匙，一边观察周围地形。还好，这时有保安听到动静跑了过来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一同跟来的竟然还有温天阳。还没等那2人说什么，张志恒见到温天阳，顿时发了疯：你故意的！你明知道顾清寒对我公司的重要性，还故意挖走他和他的团队队。这2个人认识。温天阳轻飘飘地扫了他一眼，淡淡地道：你要有本事，也可以把顾总监挖回去。张志恒一听就受了刺激：你不过是仗着温室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忘了温室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也有份。他大放厥词，听得保安一脸鄙夷，我也被雷得十分凌乱，同时隐隐察觉自己好像接触到了什么豪门秘辛等等。这么说来，张志恒和温天阳的五官似乎有几分相似啊！我猛然醒悟，不过温天阳应该是从小养尊处优，气质是要比张志恒好很多了。温天阳继续慢条斯理：温室员工来去自由，你要是能提供足够好的条件，我不介意顾总监奔向更好的前程。总感觉他话里带着一丝挑衅。顾清寒，你听到了，你对他根本不重要。我不能理解他的脑回路。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职场上双向选择不是很正常？张志恒还要继续发疯，但被陆续赶来的保安合力控制住。保安问要不要报警。温天阳询问我的意见，说实话，我是希望他永远别来烦我，但说到底他这事就算报警了，也只能是批评教育。我只好捏着鼻子表示希望公司以后安保加强些，报警就算了。张志恒也冷静了些，恨恨地看了温天阳一眼道：我一定会替我妈讨回公道，拿回应有的一切。张志恒走后，保安向温天阳和我连连道歉。原来张志恒是趁保安不注意跟着公司其他人混进来的。温室大楼停车场要门禁卡，不这样张志恒也进不来。保安走后，只剩我和温天阳2人。我朝温天阳点了点头，那我先走了。小温总，顾总监对刚才的谈话不好奇吗？不好奇，谢谢。我诚恳的道，打工人只想把工作做好，以及多赚点钱。所以张志恒偷溜进停车场的不久后，温天阳就赶到的原因，我就不深究了。不过我会在场，大概是个温天阳没料到的意外。那就好，我担心顾总监被刚才的话影响，我请顾总监过来，真的是看中顾总监的能力。点倒是，这几个月在温室工作的经历告诉我，不管温天阳挖我有没有其他意思，但至少看中我的能力，这点是真的。我笑说，这点我深有体会。张志恒大概是被温天阳刺激的狠了，
整个人越发疯魔，开始不顾一切要抢温氏的生意。要说他公司发展最好的时候，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这也得是客户讲究性价比，以及温氏并不太在乎这样的项目。现在嘛，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了。在他加速作死下，他的公司在温氏举办年会前夕倒闭了。但我没想到王倩倩竟然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，这样也好，看来他俩是真爱。如果他俩就这样过下去，其实也是挺好的。可张志恒公司没破产之前就很疯了，怎么可能破产之后反而变清醒？果然，没多久他就开了个大。温氏年会当天，除了小温总，温总和他的夫人也都出席了。大家忙了一年，在年会上吃吃喝喝，还抽奖，都挺开心的。结果年会中途，张志恒突然和他妈孟丽出现在年会现场，温总的脸色当即就变了。不过温夫人倒是冷静得很，连惊讶都没有，像是早就知道他们会来一样。张志恒推着轮椅来到温总跟前，原本喧闹的温氏年会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宾客的目光齐刷刷聚焦过来，连背景音乐都显得格外突兀。温总的脸色沉得发黑，指尖攥紧了酒杯，显然对这对不速之客忍无可忍。可身旁的温夫人却始终端着优雅从容的笑意，轻轻拍了拍温总的手臂，眼神扫过张志恒和孟丽时，没有半分慌乱，反倒像看一场提前知晓结局的拙劣闹剧。爸！张志恒扯着嗓子喊出这一声，全场瞬间炸开了窃窃私语。我站在人群后侧，握着香槟的手纹丝未动，心里没有半分意外。停车场里他那句我也有份，替我妈讨回公道，再加上他和温天阳隐约相似的眉眼，所有线索早就拼在了一起。不过是最俗套的豪门私生子争产戏码，偏偏被他当成了逆天改命的救命稻草。孟丽立刻瘫在轮椅上哭天抢地，声音尖利又凄惨。温总啊，你对得起我们母子吗？当年我跟着你无名无分生下陈志恒，你转头就娶了千金小姐，把我们扔在一边不管死活。我一身病拖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他养大，他拼了命创业，你们温家倒好，纵容儿子挖走他的全部团队，逼得他公司破产。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这番卖惨哭的情真意切，把自己塑造成被豪门辜负的苦命女人，把张志恒捧成无辜受害者。张志恒见状腰板一挺，眼神鲜怨毒地弯向温天阳，再狠狠定在我身上，语气里满是不甘和污蔑。还有你，顾清寒，我带你一起打拼公司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却转头背叛我，投靠温天阳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温家的种，觉得我暂时没掌权就攀高枝枝？我告诉你，温家的家产有我一半，今天我必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所有目光瞬间又聚到我身上，好奇看热闹，探究应有尽有。我往前轻走一步，语气平静的像在汇报工作。张志恒，第一，我离开你是因为你在婚礼前夕把我丢在高速路边去陪你前女友，是你先背叛感情，毫无底线。第二，我带团队入职温氏，凭的是几年实打实的业绩，和你的身世半毛钱关系没有。第三，你公司倒闭是你自己刚愎自用，苛待员工，偏心白莲花，业务一塌糊涂，少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几句话条理清晰，字字戳中要害，现场不少人暗暗点头。张志恒那点破事在小圈子里早就传开了。张志恒被怼得脸涨成猪肝色，气急败坏的吼：你胡说！要不是温天阳挖人，我怎么会倒？我妈说的对，温家就是欠我们的。一直沉默的温夫人终于开口，声音清冷优雅，却带着压人的底气。孟女士，说话要讲证据。当年你主动纠缠温总，温总念及旧情，早就给你打了一笔足够你和孩子衣食无忧一辈子的补偿款，有转账记录，有你亲笔签字，承诺永不纠缠温家。他示意助理，大屏幕立刻投出文件，清晰的转账记录和孟丽的签名赫然在目。时间刚好是张志恒创业初期，温天阳上前一步，语气淡漠却字字千金。你创业的500万启动资金，也是我父亲怕你好高骛远，通过第三方悄悄打给你的。你拿着温家的钱创业，却挥霍无度，对陪伴你多年的女友说丢就丢，对你手下的员工肆意打压克扣，对你亲生母亲住院都能扔给助理，自己跑去哄前女友，薄情寡义，自私自利到你这个地步，就算把整个温氏给你，你也守不住。真相赤裸裸摊在所有人面前，张志恒脸上的嚣张瞬间僵住，孟丽的哭喊戛然而止，母子俩面如死灰，站在原地像两个小丑。台下议论声瞬间炸开，拿着温家的钱还反咬一口，也太不要脸了，连亲妈住院都不管，去陪前女友，这种人也配争家产？之前还装深情，原来全是骗来骗去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外冲进来一个人，正是王倩倩。她没了往日的娇柔精致，穿着一身廉价衣服，一看见张志恒就冲上去抓住他胳膊，声音尖锐刻薄：张志恒，你骗我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温家少爷，就是个拿补偿款装阔的骗子。你说会给我买房，会让我过上好日子，全是假的。你公司倒了，欠一屁股债，还想拉着我还债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张志恒懵了。倩倩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……解释什么？王倩倩猛地甩开他，嫌恶的像躲脏东西。我陪在你身边，不过是看你还有点利用价值，
现在你一无所有，我们俩彻底完了。你之前借我的钱，赶紧还我！前一秒还不离不弃的真爱，后一秒就翻脸讨债，当众打脸。张志恒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再看看周围满场的嘲讽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腿一软，直接瘫在地上。他一直以为王倩倩是真心爱他，以为自己能靠私生子身份夺回一切，以为顾清寒离开他是后悔莫及，到头来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就是个跳梁小丑，被自私和贪婪蒙住眼，众叛亲离，一无所有。孟丽看着崩溃的儿子，又看了看大屏幕上的铁证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白眼一翻晕了过去。温总皱紧眉，对保安冷声吩咐：送医院费用温家出，从此以后不准再踏入温家任何场地。保安上前架起瘫软的张志恒，推着晕过去的孟丽，两人狼狈不堪地被拖出会场。王倩倩见没了便宜可占占，也灰溜溜地跟着跑了，临走还不忘回头啐了一口。一场闹剧狼狈收场。温总举起酒杯向全场致歉，抱歉让各位见笑了，今晚大家尽兴。温夫人笑意温婉，轻轻举杯，感谢各位支持，温氏不负信任。喧闹很快恢复，仿佛刚才的不堪从未发生。温天阳走到我身边，递来一杯新的香槟，眼底带着欣赏。顾总监，刚才多亏你几句话就点醒了所有人。我轻轻碰杯，小温总过奖，我只是说了实话。他看着我，声音温和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听张志恒反复提起你，说你能力强，有原则。那时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人不该困在那样的小公司里，你值得更大的平台，也值得被尊重。我微微一怔，终于明白之前觉得他眼熟的缘由，不是财经杂志，而是张志恒无数次在我面前抱怨过温天阳，抱怨温家。只是那时的我从没想过会和这样的人有交集。在温氏，你只管放心做事。温天阳的目光真诚，没人能再让你受委屈。灯光璀璨，音乐悠扬，我望着眼前的繁华，心里一片澄明。曾经我以为爱情是全部，为张志恒放弃前景，掏心掏肺，换来的却是被扔在高速路边的寒心。如今我才真正懂得，女人最大的底气，从来不是男人的承诺，而是自己的本事和清醒，及时止损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。后来我听说，张志恒把孟丽送进医院后，无力支付医药费，被医院反复催缴。王倩倩到处散播她的丑事，两人整日互相谩骂，互相推卸，过得穷困潦倒。孟丽的病无人照料，越来越重，最后只能住进廉价养老院，再也没了往日的刻薄嚣张。而我在温氏一路高歌，带领团队做出一个又一个标杆项目，成了行业内独当一面的总监。父母回国后，看着我事业稳定，精神舒展，整日笑得合不拢嘴。偶尔在街头远远瞥见张志恒，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打零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浑浊，早已没了当年创业老板的模样。我只是淡淡收回目光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那些曾经让我深夜难眠的伤害、委屈、不甘，早就变成了我成长的勋章。原来离开错的人，真的会逆风翻盘，不困于情，不恋过往，心有底气，自在风光。往后余生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